冲动，只要别失控。心跳不同，爱很有情绪。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和梦交涉。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还要闯破几道城墙，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我只要能坚强，就有全世界的力量。我信仰。I'm SSI Lucy Kip, OC Team C of SIS. A depressed female Chinese about 20 plus years old sitting on the railing wants to jump into the river off Lorong Halus Bridge. Please send resources to the scene. Valerie， 我是陈医生，你先下来，我们好好谈。你是谁？你不要过来！ Valerie， 他是我朋友，他叫子杰，他也跟我一样很关心你。那里很危险的，你先下来好吗？有什么不开心的告诉我们。你走开！你不要管我！ Valerie， 我知道你很不开心，不过你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那个混蛋对我不好，我提出分手，他竟然拿枪水来泼我，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人家看到我就像看到鬼一样，我不如死了算了。外在的美貌是暂时的，一个人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你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心里很难受，不过你不能自暴自弃。之前你阻止不了别人伤害你，现在你更不能伤害自己。可是我这个样子，不会有人再真心爱我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你不要过来，不然马上跳下去！啊，我不过来。 Valerie， 你的名字在拉丁文是勇敢、坚强。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自己，你要勇敢的活下去。你还很年轻，不要放弃宝贵的生命。我很累了，我不想再撑下去了。不，曾经有一个人，他也跟你一样，有很多困扰。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他的痛，了解他的苦。他很彷徨，很无助，甚至还跑到海边想跳海自杀，一了百了。不过当他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他问自己：如果连你都不能爱自己，那谁会爱你 ？Valerie， 如果连你都放弃自己，那谁救得了你？你要相信，你一定能克服挫折，重新开始。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只要你不放弃，一定做得到的。小心！救我！啊！抓紧啊！不要放手！陈
没事了。Come in。吃过早餐了吗？还没，因为我知道有人一定来炫耀。我不是来炫耀，我是来帮你疗伤的。昨天有人配对失败，形单影只的背影让我看了很心酸啊。昨晚有人一定是抱着枕头流了一整夜的泪水啊。应该是有人对这一位白衣天使流了一整天的口水吧？你妒忌我啊？我没有。昨天我和小柔真的可以用羡煞旁人来形容。喝完下午茶，我们还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到滨海花园散步，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哈哈。我昨天也和一位风度翩翩的医生度过非常特别、很难忘的一天。我约了个护士，你却找了个医生，未免太巧了吧？喂，别忘了，向警务人员提供虚假的情报是会触犯刑事法典的。我像是会乱编故事的人嘛，不信就算了。那边，Ma'am， 这是快递公司送来给你的邮包，谢谢你啊。是什么来的？不知道。送礼物给你的人是何方神圣啊？这么清楚你喜欢的手链款式。我没办法跳进河里找回你遗失的手链，所以只好买一条新的给你，希望你会喜欢。卡片署名燕君是谁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风度翩翩的医生。那现在有证据证明情报属实，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出风格。我们两个都找到目标，这是一件好事。不如我们各自发展，看是谁先修成正果。我接受你的挑战。喂，小柔，是你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没空，有很多案件要处理，改天吧，我一有空再约你。拜拜。Sir， 你要的报告。对了，你不是参加那个速约活动吗？怎么样？有没有合心意的女生？你什么时候调到情报局了？这么多问题问。我有朋友也想参加这类的活动，所以问一问。我认识了一位护士，开始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可是再深入了解，我又发现我们其实没有共同的爱好。也就是说，你没有收获了？如果你朋友真的想去的话，告诉他别想一次就 match， 就当做是一个结交朋友的机会。知道了。啊，快到吃饭时间了，一起出去吃吧。好啊，没问题。喂。啊，好，我们马上到。有任务，今天不能一起吃饭了，出发。艾瑞在这里住多久了2年多了，我的外甥女一向来都很守规矩的，她从来不带陌生人回家。蓝天，又是连环色魔干的吗？还不能确定。不过受害人也是一个人在 pub 喝酒时遇到一名男子，这名男子请他喝酒，他喝了之后觉得头晕，然后就失去意识。早上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房里。受害人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在房里遭受性侵犯，我已经送他去医院做检查，我们也检查过了 pub 的 CCTV， 可是很可惜看不到嫌犯的脸。我也在房里找到了一些毛发。受害人如果真的在这里受到性侵犯，房间内可能还留着与嫌犯有关的证据。这已经是第3起迷奸案，
我们一定要赶紧抓到这个连环色魔。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证据，不会让犯罪者逍遥法外的。这会不会是嫌犯的毛发？这毛发的质地比较幼，我觉得有可能是动物的毛。请问 Iris 有没有养宠物的习惯？没有，我记得 Iris 跟我说过，她对动物的毛发很敏感。何小姐，请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昨天晚上，我跟朋友约去 pub 喝酒，可是他迟到了。我在等他的时候，一个叫利昂的男人过来搭讪，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很健谈。我们聊了几句，后来他不小心把酒倒在我身上，我就去洗手间里清理。回来后，利亚说弄脏了我的衣服，要请我喝酒赔不是。我喝了2口之后，就开始觉得头很晕，连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喝醉了，住哪里？让我送你回家。我以为我只是喝醉酒被利亚送回家，后来上厕所。我才发现内裤穿反了，所以我才怀疑。何小姐，你需要一点时间安抚自己的心情吗？所以我才怀疑我被他强奸了。请你看看这些照片拼图，有没有你说的那个人？是他，就是他，你们一定要抓住他！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全力。医生已经证实你曾遭人性侵犯，所以我们会以强奸案来处理。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一定会抓到侵犯你的人，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Iris 已经认出他在 pub 遇到的人和之前2名受害者遇到的是同一个人。这名嫌犯的干案手法和之前2宗很相似，他专挑一个人在 pub 或者是还在等朋友的女生下手，找借口请他们喝酒，然后下药，等药性发作后就把他们带到酒店，或者是受害人自己的家中迷奸。这名嫌犯很狡猾，他和受害人聊天的时候都用假名，还利用受害人的信用卡来付酒店房间的费用。我们虽然在之前2名受害者的身上找到嫌犯的 DNA， 可是无法在 DNA 数据库里找到相符合的资料，所以查不到嫌犯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尽快抓到这个连环强奸犯，否则会有更多女性受害。是啊，蓝天，有什么线索？首先，我们在受害人艾丽莎身上找到的 DNA 已经证实，与前2起迷奸案的嫌犯是同一个人。另外，我们在受害人房间进行搜证时，掏到了不少指纹，不过大多数都是受害人本身的指纹，其他的都不完整，无法确定身份。另外，我在受害人床上发现的毛发已经证实，分别属于3种不同品种的狗，包括黄金猎犬、拉布拉多犬和马尔济斯犬。这3种狗在本地相当常见。可是 Iris 的表姨说 ，Iris 对动物的毛发敏感，所以我推测毛发可能是疑犯留下来的。狗毛属于不同品种的狗，嫌犯
可能养了很多只狗。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的工作环境会接触到很多种狗。也许是兽医，或者是在宠物店工作的人。好，你们从这方面着手调查。 Yes, sir。我们连续5天对店屋进行了24小时的监视，以3楼这个单位最为可疑。每天都会有15到25个男人进入，逗留1个小时左右就会离开，相信他们就是嫖客。比较不寻常的是，进出的都是男人。我们只有在第3天才发现，这名男子带了3名外国籍的女子进入这个单位，逗留了15分钟之后，又带了3名女子离开。经过调查，这名男子叫郭亚龙，外号火龙果，29岁，有破门行窃的案底。这个火龙果相信是卖淫集团的跑腿或者是小头目。他在出现那几次都是在下午5点到7点半之间。他会买一些蔬菜、水果，还有日用品之类的东西进入单位，会逗留10到15分钟之后就会离开。我们相信这些妓女都住在里面，也在里面主食，所以才没看他们进出。这个单位，它的正门口有一个监视器，并且要用感应卡才能够进去的。这个火龙果就有感应卡，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进去。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有卖淫集团在这个单位内进行非法活动。外号火龙果这名男子是这次行动的目标人物，一定要逮捕他，从他身上调查出卖淫集团负责人的身份。我们要尽快展开行动，免得让他们有时间转移阵地。这次的突击行动就由药家来部署，我们一定要粉碎这个卖淫集团，逮捕所有涉案的嫌犯。Yes, madam。现在我部署任务，玉霞、永顺，这里是这个单位的后门，你们负责这里。Yes, sir。Jason、欧阳，你们负责这个路口。Yes, sir。Jimmy，你和我从正门上去。Yes, sir。目标出现，大家准备。暂停行动。要加居民，你们去跟着目标。Yes, madam。我们策略一下，你们协助要加和居民。目标男子和一名年轻人碰面，我怀疑他们进行禁药交易。先逮捕这2个人。Roger。警察！警察！警察，不要跑！下炮！放出来！手放下！啊！站好！这是什么？不知道。我现在怀疑你们进行禁药交易，逮捕你们回警局接受问话。
！Police, open the door！ 警察，开门！再不开门，我们就撞进去了。不关我的事，你们要提供就提供他吧。别动！哎！走！ Listen, we are from the police. We will not hurt you. Please come in. Give me your hand. 发生什么事啊？有个女的跑到外面去了。Madam， 我出去把她带进来吧。 Hey, you cannot stay here forever, okay? Let me help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hand. Come on. 把落网的跑腿还有妓女交给专门罪案侦查组去跟进。Yes, madam. Come in. Madam， 我们在后巷抓到的那个男子承认他贩卖禁药，可是证实与卖淫集团无关。我们也在他身上搜到一些假壮阳药、摇头丸，还有科他命，还有一种新的迷幻药叫神仙茶的。你把这名嫌犯收到的证物还有案件资料转交给速度局去调查。Yes, madam. Ma'am， 我怀疑这名疑犯跟最近的多起连环性侵案有关，受害者都是被人下药迷奸的。那你去通知严重性侵犯罪案组的同事，让他们派人过来给他录口供。Yes, madam. 你们都辛苦了，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回去好好的休息。 Thank you, madam. 喂，你好，我想见我的儿子江永哲。请稍等一下。你是江永哲的母亲？是的。司徒妹，你好。你好，我儿子他犯了什么法？他和2个青少年私闯他人住宅，幸好屋主不追究。由于他们3个人的年龄只17岁，我们只给予警告，请跟我来。谢谢。哎，现在的孩子真的难管教，尤其是到了他们这种叛逆的年龄，整天说有自己的想法，说我们不了解他。我们做父母的教也教不听，哎，管得了别人却管不了自己的孩子。 江永哲，跟我来。真的是越来越大胆，竟然敢私闯民宅，幸亏人家物主不追究，要不然你就会被提控，你知道吗？那个是我朋友艾文舅舅的家，艾文说不会有事，我们才爬进去的。我们只是好玩，没偷也没打破人家的东西，你干嘛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啊？做错事还那么多理由和借口，难道你朋友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不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吗？我不觉得我有错。 你还不认错？没有得到屋主的同意就进入他的房子就是不对。即使今天是你朋友带的头，你不懂得自律也有错。永哲，艾文，没事吧？没事啊。你没事就好，我回去了。
少跟这种朋友来往。哥，那你？哎，这么乖，没有出去玩啊？我的回家还没有做完，所以不想出去。哎，真的很乖。永泽，等一下，我的话还没说完。你从警局出来之后就一直讲，有完没完啊？你以为我想说吗？问题是我说的话你听得进去吗？你的成绩不理想，妈希望你多花一点时间在课业上，你却喜欢跟一群朋友去玩去闹，现在还闯了祸，你知道我有多失望吗？哥闯了什么祸？关你什么事？那么急迫干嘛？妈咪，我先去做功课了。你现在是什么态度？你妹妹她也是关心你，你作为哥哥的，应该给她做一个好榜样。可是你看你，无论是功课、课外活动、行为操守，你有什么地方是你妹妹值得学习的？不要说了，你很烦呢。站住！你这次犯了错，必须受到处罚。从今天开始，下课后必须在1个小时之内回家。没有得到我跟你爸的允许，不准迟回，不准无辜外出。还有，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我不是犯人，你不可以限制我的自由。做错事就必须受罚，这样才会吸取教训。把手机拿出来。是，你是 Madam， 什么都是你对，喜欢你就拿去啊。永泽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他和朋友一起私闯别人住宅，幸亏人家屋主不追究。我们都年轻过，你应该了解，这个年纪的孩子比较叛逆，偶然好玩闯了点祸，你就别管得那么严了。你刚才也看他那副德行，犯了错也不懂得悔改，现在还不管得严一点，怎么行？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犯人。别人都不追究了，你还判他缓刑监视。好好跟儿子沟通，不然他以后有心事只会找朋友说，不跟我们分享。试试看，谢谢。这个，味道很好哎，新开的，真的，好吃。Jimmy， 心怡啊，他是刚调来我们这一组的 IO Jimmy， 他是廖心怡，曾经也是我们这一组的 IO。你好。你好，你是警察？是啊，我以前在这里当过 IO 和 TL， 不过最近调到 CID 的严重性侵犯罪案组。Hey man， 哎 ，Jason， 来试试这个。你看那个穿白衣的，你记得吗？我们那天在店屋楼下埋伏的时候有看到他，原来他叫廖心怡啊，是个双面人，白天是警察，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去钓男人。喂，你这里有东西？什么？哎，大家，怎么那么快就上来了？我关心案子嘛，而且我喜欢回到警署，感觉好像回到娘家。他们熟的？你不知道吗？他们是男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了。哦。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核桃松饼。哦，没有了。没关系啊，我下次再买给你吧。贩卖禁药的疑犯已经在拘留室了。那我们走吧。拜拜。拜拜。拜。你见过这个人吗？好像见过。他说他叫 Ken， 跟我买过神仙茶的。你知道 Ken 住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吗？我只是知道他叫 Ken，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这名自称 Ken 的男子涉嫌用神仙茶迷奸了多名女子，他的罪行非常严重。你提供迷幻药给他，是不是他的共犯？不是，我只是卖药给他而已，是真的。那你最好跟我仔细想一想，我要知道跟 Ken 有关的任何细节。Ken 每次要货之前都会先打电话给我，问我几点会在 pub 出现。他的电话号码几号？我存在我手机里。这个吗？你找给我。就是这个号码，可是我每次打过去都打不通。那个打火机也是 Ken 的。你确定？有一次我要抽烟时跟他借了打火机，忘了还给他。报告出来了。哦 ，Thank you。蓝天，我之前交给你的打火机有没有什么发现？你未免太心急了吧？化验证物是需要时间的。我能不急吗？这个连环色魔真的是很狡猾。我们追查到卖迷幻药的跑腿所提供的电话号码，发现是来自一个公共电话。我们之前也拿了拼图，到10多家兽医诊所还有宠物店去询问，可是都毫无头绪。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打火机。你不用灰心，再狡猾的犯人也有把命输的时候。我在打火机上面找到了少许白色的膏状物，经过化验后，证实里头的成分包括水和二氧化硅、磷酸二钙、苯甲酸钠、甘油、山梨醇。这些到底是什么？二氧化硅是摩擦剂，苯甲酸钠是防腐剂，山梨醇是保湿剂，甘油是甜味剂，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常用的牙膏。不过，这不是人类用的牙膏，应该是犬用牙膏。你怎么那么确定是犬用牙膏？因为少了氟化物，这种物质可能会危害狗儿的健康，所以大多数的犬用牙膏都不添加氟化物。另一个原因是，牙膏还含有一个特别的成分，那就是肉桂。加了肉桂的牙膏？为了让狗儿接受牙膏的味道，制造商会在里头加入狗儿喜欢的味道成分，例如鸡肉、牛肉、花生等等。肉桂应该是比较新的口味吧。我刚才浏览了一些宠物店的网站，查到这家连锁宠物店这个月从西班牙进口了3种新口味的犬用牙膏，其中1种就是肉桂口味的。哎，这家分店的地址很靠近我们追查到的那个公共电话。你好，我们是警察。请问你们店里是不是有卖肉桂口味的犬用牙膏？有啊。证实和我查到的成分是一样的。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很像是我们的司机。他叫什么名字？范建明。他有在店里吗？他刚刚还在的，可是刚出去了吧 ？Excuse me, sir。别跑！欣，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只是消除狗儿异味的芳香清洁剂，没事的。范建明，我是 SSCB 的 ASP 廖欣，你涉及了3宗抢劫案，我们现在逮捕你回去接受盘问。是他，就是那个人，10号。
认出来了吗？7号，是7号。Sir， 我们在犯罪名家收到了一瓶迷幻药。 而药物所含的科他命和 MDMA 成分证实，与3名受害人血液中的成分是一样的。而 DNA 比对也证实，嫌犯曾经接触过这3名受害人。那太好了，人证物证都有了。另外，我们还在嫌犯家找到了一部笔记电脑。有什么发现？我们在电脑里发现有10位女性的裸照，其中包括这3名受害人。嫌犯有可能把这些照片当作战利品，随时打开来欣赏。 太变态了！那为什么其他的受害人没有来报警呢？这得由你们去调查了。好了，可以了，谢谢。范建明，你知道自己犯下多严重的罪行吗？都被你们抓到了，你还要我说什么？你强奸了这么多无辜的女性，还拍下了她们的裸照，一点悔意都没有。这几个都是妓，本来就是给男人玩的。你说这几名受害人是妓女？对呀。如果只是性交易，为什么要拍他们的裸照？而且，这些裸照显然是在他们不省人事的情况下被你拍下来的。就是因为我给了钱，他们还不让我拍，所以我才下药的。你下药就是为了拍裸照？我每次都是上网交际，通过 SMS 跟他们约好在酒店见面。我会点2杯饮料，叫他们去冲凉，然后下药。他们喝了之后，昏昏沉沉的，让我可以一次拍个够。这几个女人都是出来卖的，所以没有一个敢报警。后来，为什么你会转移目标，到 pub 向落单的女子下手？没办法，我被网站列入黑名单，很难再找到妓女，所以才到 pub 去寻找新的目标。范建明，你太过分了！你为了自己的欲望，糟蹋了这些女性的尊严。这么严重的罪行，你一点都不觉得自己错，你还这么得意 ？Madam， 你不能什么都怪我，是那些女生笨。心怡，你去休息吧，我来开会。嗨。哎，办完事了。嗯。虽然我不是个心理医生，但是我看你表情就知道你有心事。感情问题？
很棘手的案件。是跟案件有关，不过有些事我真的不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到底什么事啊？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是关于我的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个秘密呢，肯定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你对你好朋友的女朋友了解多少？你有肯定你的好朋友不知道这个秘密吗？我还真的不是很肯定。我从接受法医学训练到成为法医，至少解剖过1000具尸体。这1000具尸体就有1000个故事。在完成解剖之前，我们都不能100%确定他死因。所以你想说的是，你知道的秘密就好像我面对的一具尸体，你只知道结果，却不知道原因。我想你应该先了解一下内情，才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其实你也不用为这个秘密不开心的，毕竟你只是个知情的旁观者。有些事情还是让当事人自己来处理比较好。哎呀，如果这世界上有一种药吃了可以让我忘记这一切，那该多好。走，带你去一个地方。Coco 居然还有大学会打鼓的啊！这是他们第一次申请街头表演，所以要来支持一下。我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轻松，尽情的玩，尽情的笑。怎么样？我这个医生开的忘忧药效果还不错吧？谢谢你。一句谢谢是不够的啊。那你想要我怎么样啊？我的医药费不便宜的啊。那我还你医药费喽。其实你也不用谢我，因为我自己也玩得很开心。那我们算打平喽。以后有什么烦恼，记得找我拿忘忧药，我会给你特价。谢谢你送我回来，晚安。Good night。是和谁不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冲动只要别失控。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